撑顶部分，然后在它右侧，你比如说这种介质点，你需要把这些面积给它再形象的处理一下呢，你补充几笔，是吧？补充几笔就可以了。然后像我们的这种水流，它是相互映衬，它才会表现得更加的形象和具体的。所以有些细节，咱们把它处理到了，一会儿它的这个对比效果就会出来，这个树，这棵松树吧，它的下方和咱们这个后边的这一侧的岩石后方，用这种不经意的笔点，或者墨色浅淡一些的，你在这个岩石的边角点上那么一层。好，它足够的丰富起来了。它不可能光秃的只是一块石头，是吧？只是一块石头，它就不可以就没法支撑这么多的精美的视觉的观感效果了。它肯定是要有整体的和谐的地方，还会有局部的细节。上班可以偷听。好嘞，来，我们在它的边角，边角角，在岩石边角是吧，都给它叠加了一层。这一侧的岩石边角也来一层，稍微的从前往后是吧，给它过渡。左下角这风貌的细节大家画出来了吗？然后当然这个树叶里边是吧？我们可以用这个碟子，我们的这个小的戈笔的小砚台，我们小碟子在这个树的中间给它稍微的染一染，树中间稍微染一染，一些小的枝丫甚至于都可以给它染掉，就是小的缝隙都可以给它染掉。让它更统筹一些，前提是你这个墨色已经干了的情况下我们不想等到最后一起来染的话，这画到时候就湿哒哒的，是吧？就不好操作。先染一部分，虽然它这个还需要用我们的这个颜色去走一遍，先用墨色，我们先来。包括咱们的树干也是一样，然后下方的岩石，我们之前不是说到吗？好，拿出咱们浓重的墨色哈，这个岩石上方它是有一些树荫的感觉，所以我们要用淡墨把这个岩石左下角的留白，给它减少。手里是什么？是这个吗？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小的小笔洗啊，精致的小摆件，也可以搁笔，因为它边缘是这种凹凸的起伏的做法。把这个山石顶部给它覆盖掉，被这棵松树的影子挡住了。给它挡住了，还有右侧的边缘。是让左侧它的墨色也更加的平整，再往这边走，你不能染得过重，
染的过重，最后哎，我知道大家伙儿最后染颜色出来的效果就容易显得什么脏兮兮的，容易显得脏兮兮的。要拿捏好这个度，用淡墨给它覆盖一层，显得统一一些，哎就够了。墨里它这个制作的这个墨，它里边肯定是有胶的，但是我们自己在画的时候是不需要去加胶的啊。我们也不是做什么特别的这种，做什么特效的技法效果，没必要去加胶啊，直接用就可以了。如果你追求一些什么特别的肌理呀，或者说它的一些视觉的观感效果、特殊的效果，那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好了，这是我们左下角啊。好，大家画的如何了？画的如何了？如果跟的差不多是吧？基本上跟上的啊，来敲个数字666，鼓励鼓励自己啊。然后我们再用一点点淡墨。其实它这个画真的染的很多哈。如何看起来这么细致？就是靠它染淡墨，把我们远处这块染染。树叶是吧？树叶里边都这样染一染。好嘞，我们整体的一个进度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用淡墨把这个咱们的山头顶部左下角基本上岩石和树丛我们都用淡墨呢统筹了一遍了。这丛树最后得用颜色来画，我们一会儿可以稍微的勾勒一下。好，那么这是左侧这一块这个地方干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勾勒点小树的树枝，是吧？这个是我们面积是留出来的，一会儿肯定是要画到。瀑布水从山上来，这肯定是两山之间，这样中间会有一些间隔的缝隙嘛？间隔的缝隙里边，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它的前后的源流啊都给它体现出来。我们画水就贵在藏源，要看起来曲径通幽，像小道一样。水流呢，我们看的大概有一个出处，方向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这张画它不是去体现这种蜿蜒曲折的效果，而是水的这种奔腾，垂落瀑布的奔腾感。好，在这一侧我们能给它加一点小树。然后再往下方走，加完之后可以来点小的叶片向下耷拉着，然后最后它还是要用颜色来体现。啊，你再不济用个芥子点嘛，当然画的疏朗一些，一点，在树梢部分点啊，根部这块儿，你适当的给它点缀一些就行。中间留白的地方，我们用墨色来体现，用颜色来体现。还没有干那儿，是不是先画右边？可以，没有干的话，我们就先画右边，好，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哦，因为直播会给大家自动的提醒，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画右侧的了哈，远处的呢，我们可以先等一等，我把这个碟子放到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我在
怎么去调和墨色的。右侧左边肯定都没有干了，画右侧，右侧画起来就比较快了，就前方细节比较多。好，来画右边的时候，我们先找到横着中心线，大约在这儿，对不对？你可以再找一遍。然后我们这个水口转折的地方，在横着中心线以上大约3指左右。好，你每一次通过我给大家语言的引导，是吧？你就自己会去观察一遍。好，久而久之，是吧？你通过这种习惯的观察和比较的方式，你对你画面的造型和位置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准确啊，越来越准确。好，2个墨啊，这个一个是浓重的墨啊，一个是咱们浓重的墨色，一个呢是咱们这个淡墨，就是浓墨就是刚倒出来的。这个碟子呢用来调和咱们的墨，是吧？好，右上角这块的墨色呢相对的要重一点，至少跟这块的墨色能够呼应得上啊，这样的话画面呢才能更加的协调。来，我们呢再从上方啊，再从上方，好，稍微重一点点，啊，然后边角啊，在皴擦的时候，它这块我们不需要你去跟它刻画什么太多的内容，不需要刻画特别的内容，墨色淡一点，然后从上往下，把这个水流瀑布的形态，好，给它处理下来。往下方走的时候，它可以往内部收一收，但记住它的墨色是比较平整的。这块石头墨色要比较平整哈。好，如果你的笔比较小，可以尝试，比如说用大一点的笔触，是吧？概括都是可以。课上这会儿，咱们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先看，回过头来，咱们有下播之后，慢慢的给大家陆续通过。好，我们的管理员呢也会帮助辅助啊，去给大家通过的哈。好了，这是我们瀑布的这个形态，上边呢还会有一些参差的小的造型，小的这种什么竖点。我们简单的先勾一勾吧，虽然没有干哈，没有干，我们先勾一点点。好，不要勾特别多，否则一会儿晕成一大片就不太好了。要有高矮、疏密，姿态上面呢，角度上有一些区分，啊，有一定的区分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画的最左边这一块啊，最左边这一块。然后我们再用淡墨，去处理它这个水口内部的岩石啊，就山峰这块它比较重，然后再往下面走，它的墨色要淡一点啊。这块岩石呢，它的方向，不要画的太过于倾斜了。有很多小伙伴画的特别倾斜，那个水口垂落的这个势它就不够强，对不对？让它这种转折方一点点，是吧？但是你水口它是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下来啊，只要这根线呢不是这样飘着的，哎，看起来都舒服的，都是可以的。好，大家早上好。铺的方向怎么把握？一个正面，一个侧面。你比如说这个是横向的，躺着的，是吧？然后这个呢，它是比较偏垂落的，稍微有点倾斜就行。有的小伙伴是这样倾斜的，你觉得哪个瀑布有气势吗？只有高度的垂落，只有这种垂落的，我们知道横着的线给你平稳的感觉，对吧？那么竖着的线给你一种非常有气势，有一种压迫的感觉，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说这种垂落的瀑布，它往往势壮雄强，是吧？其实就通过这种线条的形态来给你概括出来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画一点点内部的小的这个石块。啊，不一定要特别的形态，这个时候不一定要特别的完整了，因为它这个画儿本来它自己处理的这种效果呢，就不是那种工细的画。你比如说，按照我们古代的那种绘画的方式的话，可能都是一个勾个线，它是以墨块，而且墨块中间它还会带出一定的层次感。现在我们画的不是水流哈，我们画的是水流旁边的这个间隔的石头，啊，枯涩一点点。然后它内部，这是间隔的石头，对不对？然后我们内部再来画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刚刚我们已经说过的。来，继续，我们来调和淡墨，然后再来给大家说一遍哈，来，再来给大家讲一遍哈。比如说我画的这个是石头，它的这个水流的这个轮廓，我给大家画出来，水流这个轮廓，然后左边也是它这个水流的这个轮廓，然后再往里边去添加它这个水流的线条，这就不是加线条了，它是根据这个我们说前后交叠，是吧？前后交叠，然后呢从上往下。通过这种有一些叠加，是吧？像我们的这种弧线叠加出来的，去体现我们这种水流的一种涌动啊、奔腾，而且呢，它不是那么的平静，是吧？这样显得才汹涌嘛。好，这块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就显得它有一定的宽度或者有一定的厚度，而且动态呢会更强。啊，在加的时候，刚刚这是左侧，这是右侧，右侧再加是吧？好，这种涌动的小笔触，在画完之后，比如说从左往右，好，我们再来点淡墨哈。画完之后，从左往右啊，从右往左，用淡墨稍微的给它衔接过渡一下。这个时候，它里边具有了丰富的层次，然后呢，它又统筹在大的一个墨块当中。画儿它就看起来要舒服了，它就不容易显得碎了啊。如果你确实画这种觉得困难是吧，生怕把自己的画画毁了，前面我感觉自己画的还不错，不想把后面的画给画毁了，那你就直接勾了几根线留白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就是这种柔曲的线条是吧，它去体现这种水流的涌动啊，好吗？如果这个画越大，其实说实在，画这个瀑布更方便，就是因为它小，你想放开，你又不敢放开，对不对？我都得收敛着来，好，从上往下，对不对？好，你看，把这种涌动的水呀、奔腾的感觉像静止的，动态到了一定的极致，看起来它就非常的近，是吧？好，这一侧也是一样，当然还是要留出一定的白哈，边缘要留出一定的白，只不过我们在刻画的部分呢，它比较涌动。好，我们来喝口水。
对，群呢，大家不用重复的添加，你只要有一个群，对吧，就够了。在群内我们都是发的消息是一样的。我呢会反复的提醒，是因为我们有新的小伙伴会加入，所以大家只要自己呢进了一个群就可以了。好，从上往下，是吧？我们下面虚一些，可能就是勾勒的这种水纹呢，或者我们揉的这种笔触呢，它不会那么的清晰，对吧？不会那么的清晰下来。有一点懂了是吧？理解起来是懂了，但是手呢可能还不太熟悉，以往可能很少这样去画，是吧？你多画一画之后，其实都可以掌握，都可以掌握。这个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儿。一般画彩墨山水，一般画彩墨呢，可能我们就会去找更多的它这种水的内部的一些细节，内部的一些造型，或者更丰富的一些形态，是吧？或者墨色的层次，那这个时候呢，会画的更有体积感啊，更有体积感。好，这是我们画的两处的水啊，这上方的这个水口，我得把这个形儿给画完整哈，把形儿画完整了，大家伙儿再来跟这个造型的时候会更方便啊，跟这个水流里边的纹路的时候更方便。你至少画的里边的这个水的纹路不能太重，不能太重。来晚了是吧？回放在咱们链接里边，是的，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回放呢去反复的巩固和练习，是吧？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约束，而且是永久的观看权限，至少120幅完整案例的直播，同时呢给大家赠送了我们基础的技法教程，瀑布也是我们给大家重点讲的一个内容。好，包括岩石、树木、勾皴、擦、点染，对不对？怎么用笔调墨，我们都会给大家讲到。即便零基础，你也可以去掌握我们山水的技法。在中间是吧？这边呢，我画一个相对比较突出的那块岩石，水口基本上要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水口基本上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好，从上往下，但不能让它太跳跃啊，不能让它太跳跃。墨色稍微的来点儿，是吧？从上往下，我们这个水口呢画的这墨色算是比较重的了。好，用淡墨给它晕染下来。这个瀑布它的线条弧度高一点呢，可以理解，对不对？又往远处走嘛。好，垂落的感觉可能没有那么强了，它要缓一点点，缓一点。我用的是卡纸，要宣纸的话，它可能一会儿就折巴了，而且我们也没办法画这么快，对不对？那速度它也不可能保持比较合理。好，后方我们加了后方，你看卷曲的这种水纹，它就不会有这么明显了，对吧？就不会有前方这么明显了，因为近处细节多，远处它就要少一点啊，就少一点。好，中间这块儿，我们再用淡点墨色。想要右手是吧？好，拿过去吧，拿过去。好，从上往下。好，然后边缘。好，带出来了，对吧？底部我们还需要用淡墨去晕染啊。我们就只是边画的这儿呢，给它稍微的带了一点细节啊。比如说中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画面是吧？我们画的尺幅是比它原作要稍微的宽一点点的，
可以往里边，比如说再添加一点这种水纹啊，涌动的这种水波纹。哇，坏了呀！没有关系，我们要大胆的去练习。你要只有自己有一些是吧？不管是好的经验和不好的经验之后，你才能画出更精彩的作品，是吧？好，然后呢，再从上往下虚过来，用淡墨去区分开前后，是不是？这个瀑布和右侧它左右之间用淡墨微微的区分一下啊，记住哦，是很淡很淡的墨哟，不是重墨哟，重了那就不好搞喽。很透，但是呢，它要区分开它们这样的空间关系，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啥时候画个其他类型？其他类型是指什么类型？好，水流是吧？底部左右之间稍微衬托了一下，这块没有干啊，我们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稍微的等一下。啊，当然墨色也不能太重，最后我们要给它染，但最好用大笔触是吧？给它抡出来，这样更平整一些。好嘞，这是我们画的这个石头和瀑布，然后左侧呢再来点细节是吧？再来点小细节。水口你看岩石的高矮，基本上哈，它都保持在一条线上面。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大的效果，还没有呢特别去给它染，是吧？染了之后，它的这种空间细微的感觉呢，就会更加的强烈。花鸟等，好，有机会我们带大家画一个花鸟，但是这个什么，我们肯定是以这个山水啊为主，以山水为主，因为我这个最近几年画的山水可能都比较多，花鸟的就很少，可以一起来感受感受。好，淡墨把底部给它皴擦出来了，然后我们要开始来接它的这个什么远处的这个山峰，是不是把山峰给它画出来？因为这个画比较小啊，所以我用的就是一支笔，用的一支笔。来，我们呢再继续用这个小的碟子啊，把这个水给它倒掉，用我们的这个小的笔钩，它既可以放笔，哎，你看就这样放在上面，它也不会跑，还可以用来调墨，也可以用来磨墨，作为砚台使用，一个小精致的小摆件啊，大家可以拥有一份，非常便宜的啊。好，然后我们呢再来吸一吸笔里的水分哈，画一下远山。这个山石和水流它是相互映衬的。来，我们呢再往上方走，再往上方走。听过老师的写生课是吧？好，然后我们再往左边。
稍微的交叠一下，是吧？把这个山峰顶部要留出一定的间距来哦，从上往下给它皴擦一下。顶部实，下边虚，是吧？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节奏感。好，高矮的在错落的边角，我们再处理一点儿。前后交叠是吧？给它皴擦开，然后呢，你可以用像横向的一些笔点，再给它身上连叠或者丰富一下。就像以往大家画蓖麻村和这个什么米点村，是不是这种衔接的方式？好，当然这种皴法对于初学的小伙伴呢，可能还不太熟悉。这个呢，以后我们可以在基础的技法教程里面给大家讲到。好，这是山峰啊，这是山峰这块儿。现在能跟着感受就可以了哈，也不用太过于拘泥，说我们一定要用某种皴法。这些皴法都现在到了，比如说我们说20世纪的时候，这些皴法它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不是说我们为了掌握某种皴法而去表现，所有的技法它都是为了最后我们的画面服务嘛。所以你看哪个大家现在到了20世纪的，你不管是黄宾虹也好，还是比如说哪位画家也好，还是陆元绍也好。他们会去说啊，我这个是什么村？没有，那只是美术史编撰的时候，或者文艺理论啊，为了编撰好去概括，或者说去称谓某一些表现的方式或者笔墨表达的形式，尤其是对古人的画作，他们喜欢用这种皴法的方式啊，是吧？去给它称呼。好，然后呢，我们再用淡墨。把这个水流两边的石头，对这个小伙伴可以啊，符号表达而已。在皴法呢，我们一般称之为笔墨表达的形式。像叶片呢，我们说它符号化比较强。当然这些也是一个基础嘛，作为一个基础，有一个掌握的一个过程。这是山石，顶部要加一些小树，是吧？加上一些小树，给它丰富起来。高矮错落啊，有高有矮，然后呢，这一侧也是一样，有高有矮。我现在点了几笔浓重一点的，后面我就会点一些什么淡一点的了。还得上各种皴法是吧？慢慢来，也不用着急啊。皴法也有学习的必要的。好，上方山顶，我们调和的墨色可以淡一点。那我们开始点这个上方的树叶，点这个树叶啊。这个画呢，尺幅虽小，但是呢，气象颇大。这个画呀，这么小的尺幅内画出这么汹涌澎湃，是这么有气势奔腾的瀑布，其实就在于你自己的一种对这个画面的掌握啊，对这种空间笔墨的一种熟悉。好，山顶大致点出来了。岩石上方的胎点我们没有点的特别的明显啊。今天小孩放假就画不了了啊，根据实际情况来，能跟着画最好。好，这是我们山顶部分啊，山顶部分。
好，我们可以稍微的点上一些胎点在右侧，比如说这个岩石交叠的地方，对不对？后方的岩石在勾勒的时候，注重的就是它的造型。老师哪天哪时直播？都是上午9点半，基本上，目前我们实际上在一周播了大概6次，是吧？一周播6次，后面我们可能会减少，现在所以说啊，能跟直播就跟直播，跟直播呢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直接的给大家答疑解惑。当然，如果你以后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回放课程里边学习的话，在群内呢可以直接艾特我，是吧？你要问的问题。好，把远处是吧，在这个山的这个瀑布上方，它还有一些我们的岩石边缘，把这个树，对不对？用这种淡墨给它点一点，它看起来像棵树，看起来像棵树就可以了。固定时间1周几次？我们每周都是5、6次，至少都是5、6次。即便后边调整，我们也会播个5次左右吧，5次左右。你只要点了关注，每次直播都会给大家提醒的。如果在群内的话，可以获取我们高清大地图，还有工具清单。然后在这一侧，好，有大有小的石块，给它间隔出来。很多小伙伴可能只是眼睛看，是吧？眼睛只是看的话呢，可能体验起来呀，感受不会特别的深啊。要动手，最好是动手，可能呢体会要更强一点。可以加宽一些嘛，像画个横轴，可以加宽，但是你自己要去填充补充一些细节啊。好，在这个平台的山的这个水面呢，我们要加一些平的概括的石块，概括的这种石块，是不是？让我们的画作有一点点小的细节，即便在远处也会有。好，然后再往后边儿，再往后边走。后边这个远山的话，你看这个远山的话，也是参差错落好几层，对吧？好，边缘它边缘呢都是偏平整的，尽量能够横向的平面在这个画面当中。有很多小伙伴画的时候，它是倾斜着，然后那个画就看起来不稳当，是吧？我们要尽量稳一稳，让这个画看起来更加的平静安稳。远处在画的时候，远处咱在画的时候，它要什么？虚要淡一点儿，虚就对比弱嘛，对比弱，前方对比呢就比较实。对比比较实。好，从上往下，中间距离远了怎么办？这中间吗？你说水口中间吗？如果水口的留白太多，的话，你可以再往里边添加一点细节，添加一点这种水口的石头在里边啊，水口的石头在里边。
间隔的石块嘛，让这个画看起来形象丰富一点。好，在画远处的时候，我们以淡墨稍微的这样去，比如说根据它的岩石结构的方向，我们来给它皴几笔啊，但是墨色不要太重哈，啊，稍微的皴几笔，让它有一个厚重的感觉。好，然后从上往下。好，局部的地方可以稍微的加重，对吧？好，最后都用淡墨。我今天用的这个笔，偶尔还是要换点大笔哈。大笔呢，我们可以快一些，大笔可以快点，大笔可以概括很多的细节嘛。用淡墨把我们的这个山石，是不是？哎，给它擦染出来。好，平整一点点，包括前方这块石头也是一样，右侧这块也是一样，用淡墨平整的给它擦一擦。是吧？这幅画气象很大，放大画个6尺也好。哎呦，6尺的话，那这个树你得画老大了。内部的这些小树，那就要再丰富了。画6尺，那你得画好久。这个咱就画个这个还差不多接近2平尺，接近2平尺这么一张画。你看，我们都画了2个小时了，快。现在画了1个多小时了嘛。好，然后再往后方走。好，再往后方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淡墨呀？也是淡墨去衔接。这个时候是不是这种水流的蜿蜒曲折就有了？这就是水流表达的时候一种含蓄，它具有含蓄的这种藏源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布局和用意，画面的用意，也有呢这种巍峨、直观、壮阔的这种飞流直下，如雷霆一般响动的大的瀑布，是吧？他的画好玩吧？好，只要大概画到这儿，然后左侧的岩石，我们要给它稍微的擦一下，让它们之间能够衔接的起来。目前留白的比较多啊。你放大了，如果说放大了，你也就是局部放大一些细节的话，你就把这个树就直接画，就像这些小树哈，你要把它直接放大，没有细节的刻画，那张画支撑起来它是不够的，我们一张画放的越大，它的要添加的细节就越多。你想啊，就这种小树小画是吧？放到这儿，它看起来挺丰富。你要把它放大好多倍来看的话，它就显得不够细致了。对不对？好，所以放大之后，它添加的就不能只是像这么概括的一些小笔触了，而是要有一些更精细的这种造型在里边。快12点了是吧？着急干饭是吧？啊，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啊。这张画不容易，就是说我们这个把它快速的画完的话，你很容易就把它这个出现很多的问题，小的一些纰漏，所以你可能我们还是慢一点儿。最远处的山怎么画啊？它是更多的靠颜色是点出来的。眼睛看呢，哎呀，我都累了，是吧？是吧？但是动手你就知道了。眼睛看觉得，哎呀，画的这么慢，是吧？
啊，你要是动手在那儿画，你就知道速度这是比较适中的哟，那是相当的适中了。每周啊，之前反正是周二休息，是吧？之前都是周二休息，其他时间都在播。然后后面呢，我们可能再加个休息的时间。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儿。然后我们可以拿一支我们小号的这个狼毫笔，小号的狼毫笔，我们来调一点墨，然后加点颜色，把我们的上方的水口是吧？上方的水口的平摊也给它稍微染一下啊，稍微的染一染。老师每天的饭是谁给弄是吧？刚刚我们小伙伴不都说了吗？顺着网线给送过来，顺着网线给送过来的啊。好，来一点花青啊，来点花青，然后你也可以尝试用咱们的这种来点实力都是可以的。花青加了一点点墨，你看我们这个碟子刚刚本来没弄干净，我们加点墨是吧？加点花青，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加点石绿，都是可以的，是吧？但是颜色前提是一定要给它调和均匀了，不要有固体块啊，要很透很淡的啊，很透很淡的啊。如果你没有画完，你就不要着急这个什么，就不要着急去着色啊，不要着急着色。为啥？因为你没有画完，你就去着色，你的那个画儿那不是容易出问题吗？你画完了之后再去加，还有很多小伙伴那个干都没干，对吧？哎，颜色一上去，画就毁了。那个颜色跟那个墨色，有的时候你没处理好，它就会显得特别脏，是吧？好，用了一点石绿，加了点花青啊，你随便，你可以多一点点花青，也可以多一点石绿，是吧？但是呢，前提都要很淡啊，前提是都要很淡，都要很淡哦。哦，淡一点墨色。其实我们这张画已经画的很有体积了，它都跟我们传统的绘画差别已经很大了，是吧？但是他的画作呢，就是黄君璧的画作呢，是吧？他看似呢非常的这个有一些我们说很强的空间体积，但它没有那种艳俗的感觉，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水流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瀑布的上方，碧水蓝天，我们把这个水啊稍微的给它染一染。好，稍微的给它染一染，对吧？什么？没画完是吧？对，没画完，哎，来不及跟了，那你就可以点赞，点赞吧，啊，点点赞，然后呢，再从右侧，可以在局部的边角，比如说在这一侧，可以稍微的重一点，是吧？往左边走呢，淡一些，相对的哈，相对的，不要让它特别的跳跃就可以了。要做饭了是吧？好嘞，对，可以看咱们的回放。你想嘛，你在课下，尤其是比如说在城市里的小伙伴都清楚，那你在线下去学一堂课，就相当于咱们一堂课的费用，就相当于咱们现在一期是吧？100多节，加上咱们的赠送的课程的话，就小200节了，对不对？相当于你线下的1节课的费用，永久观看权限，你要朋友吃顿饭可能都不止。好，它不是一块特别，就是颜色上面并不是完全一样浓重的哈，它是相对的有一些边缘浓重一点。哪几个地方浓？右侧这块浓，抬头看一下，来，先别画了，抬头看这儿，是不是这块它相对浓一点？左边这一侧
颜色相对浓重一点，然后再就是这个边角的地方微微的重一点点，是不是？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不要再往水口里面去添加了，这就是我们染的这个顶面的这个颜色，底面的颜色。这个颜色舒服吧？淡墨加花青，加了一点点这个叫石绿的颜色在里边。这幅画也会放到咱们的回放里边，放到咱们回放里边。OK， 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给它着色了哈。着色之前，我们先把远山给它画出来，可能更符合小伙伴们的审美哈。那怎么去画呢？我们可以拿一个干净的碟子啊，拿个干净的碟子，然后我们要用花青，记住了，花青必不可少。然后加点淡墨，记住一定要来点淡墨，它颜色没有那么纯啊，用的没有那么纯。好，趁咱们现在人少，我们还可以给大家语音点作业在群内，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课程。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过几天就不赠送咱们的这个教程了，基础技法教程和临摹课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画的呢偏兴趣类，或者说偏直观，那么我们还需要带大家系统的去巩固我们这种山水的它的传统的笔墨的技法。高古的笔墨的意趣的表现最传统的这种表现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来，我们呢再来画这个山峰了啊，画这个山峰。山峰呢是往往顶部比较重，你如果怕把它画的上下不均匀，来拿出你的白云笔，对不对？白云笔，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画的底部，用清水先给它打湿。因为我们要画的是顶部重，底部呢它比较浅淡，所以你在画的时候，你可以使用的这个颜色，我们可以先这样去处理。因为很多小伙伴说，老师我画这个远山下面这过渡不均匀，是不是？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处理。近处的山势，我们要画出大体的山势，那么这个近处得画出质感，远处画出大体的山势就可以了。好吧，来，好，从山头，对不对？好，山头给它体现出来。好，越往下方走，我们的墨颜色越来越淡，顶部重是吧？底部它要浅淡。好，到这一侧的山峰，它都会有一些。画这个远山的时候，它的颜色要足够什么？画这个远山足够水分饱满一点，不饱满你就自己再去擦一笔。好，先画到这儿，然后再来一笔淡淡的，可以颜色纯一点的花青，是吧？颜色纯一点的花青，我们去把远山给它染出来。好，需要截图的截一下啊，需要墨稿的截图截一下。虽然我已经上了一点颜色了。好，比如说右侧，笔锋聚一聚。啊，最好是用咱们的白云笔，因为比如说狼毫，你已经皴过，你皴过的笔一般就容易把这个笔锋给它错了，它就不一定能够画出特别明确的这种边缘。好，再往后方走，远山寒带是吧？
青烟、青山对照。好，青山底部不需要它对比特别强。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蓝竹。好，这是远山哈。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来染色了啊，开始染色了啊。前方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细致一点点。染完了你就去可以吃饭了，染完一张秀色可餐的这个作品就完成了。你要是画的染色，你要是没有画完就不要着急，因为什么？你要是没有画完，你就染色着急是吧？一会儿就画的你这今天就吃不下饭了。把自己点出去了。好，来点一点啊，我们赶紧的超过20万。啊，用我们的赭石色，用淡淡的赭石。来，我们从上往下，淡赭，加点水。好，淡赭把咱们的这个石头，是吧？稍微的染一染。这个赭石里边都可以加点墨，对吧？赭石里边都可以加点墨，因为这张画我们整个的感觉它都是比较这个什么纯度，颜色的纯度都没有特别的高，所以在染这种赭石色的时候，都可以加点墨在里边。好，把这一处的山峰这个山石，还有远处的山峰，都用这种赭石从上往下，好给它染出来。怎么进粉丝群？点开老师的头像，点开头像，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啊，就可以申请。当然，需要加关注，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粉丝灯牌，1毛钱，1毛钱。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树干就来给它染一染，淡赭都是加了墨的啊。好，在我们的群内，你可以获取高清案例图，还有工具清单，每天提前1天会发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相应的材料，你来跟播，来跟我们一起来画画，好不好？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下方的岩石，你让底部这块也用淡淡的赭石色带一带。你这个赭石色你带不带，它都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你墨色已经足够充分了，现在购买小黄车1号有基础赠送吗？现在还有。好，把咱们的这个树，是不是也用赭石色给它点出来？画面上下它的冷暖关系，这里边其实还会用点朱砂的颜色在里边。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点这个赭石，加点墨啊，用朱标的颜色也可以啊。赭石加点墨，不让这个颜色太纯啊，不让它太纯。把我们的远山是吧，给它染出来，就是河流两岸的这个山石，用淡淡的赭石啊，水不能太重，颜色也不能太，水不能太大，颜色不能太重，适中，是吧？纯度太高了，还是要加点墨，加墨，让它隐约下去。好，远处的就不会让它颜色那么的跳跃，左边是吧？山石，一笔过来。好，如果干一点，咱们还可以在上方做一定的区分，是吧？
现在没有干，我们能把大概的效果画出来吗？大概的效果。好，欢迎大家点关注哈，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成为咱们的团宠，在咱们的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哦。提前一天给大家预告，即便休息呢，也会给大家通知的啊。318的课程总共呢是至少120节完整的案例，还不加咱们赠送的基础技法教程和古画历代古画的临摹，还没有加。以后购买的话，咱们就要单独的付费，是吧？都赠送给你，而且永久的观看权限，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约束，哪里不会点哪里，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点这个，这个花青是吧？花青加一点点藤黄啊，我们来染下面的这个岩石，下方的岩石，花青加藤黄啊，耐心一点哈，画面的效果就开始出现了。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是相当来讲性价比相当高的了。你真的在线下，你平常自己如果去学国画、学过、了解过的小伙伴都清楚，是吧？至少你一节课它的费用都比我们现在这个费用高，而且我们这个至少是多少节？上百节呀。好，我们可以让花青的颜色稍微的明显一点点，是不是？多加点点水，我用的是这个生宣卡纸，这个纸是相当深啊，相当的深。好，把左下角染的时候慢点啊，这个纸呢，它又卡纸也很薄，水大了它又鼓起来。如果你要用吹风去吹了之后，我吹过，我在下面吹过，试过，然后它就会怎么着？你们觉得？那个画就没法看了，你知道吧？所以咱不用吹风啊，不同的材料啊，咱们是不一样的。有些材料可能我们用吹风吹一吹是吧，就干得很快。有的画有的纸，你吹一下试试，吹了之后，然后会让你自己心疼的不行。好不容易画出一张画，结果吹风机给你一吹，然后啊就毁了就。OK， 好，这左下角的树木我得冲。再来点淡淡的颜色，偏花青一点。你也可以用点石青，是吧？用点石青的颜色，我们来，是吧？来染石青，在刚刚这个芝绿色里边，是吧？加一点，如果你有的话。好，可以把这颜色给染出来。好，然后我们再来点淡淡的颜色，把边缘给它衔接下来，是衔接下来。好，干了之后啊，它的墨色会更加均匀，看起来会更舒服一点，是吧？干了之后，它颜色会更舒服一点，因为现在打湿了之后，墨色的对比也很强，颜色对比也很强，它需要颜色这种温润和这种相互的这种协调。好，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这种偏用赭石稍微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石绿，赭石加一点点石绿，你们觉得我们染哪儿？猜猜。赭石加点石绿，染在咱们的这个山顶上方，这个赭石色没有画到的地方，赭石色没有画到的地方，纯度不要太高哈，一定要用我们的赭石色给它调和一下，一冷一暖的互补。
好，青山有了。然后我们再往左边走，加点浅淡的颜色，加点水跟淡，是吧？把咱们的这个树叶里边，就如果咱这个时间方便，我们还可以把它染的这个层次更丰富哈，不管是墨色层次还是颜色层次。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侧，然后瀑布水流，对不对？瀑布水流，我们要用一点花青的颜色，淡淡的，特别透的花青，是吧？水分饱满，把它的这个底部给它染出来，花青是吧？花青很透的时候，它看起来就有点像石绿的颜色了。就在把远处瀑布底部用这个颜色给它染，是吧？这个效果会好一些。好的，欢迎到时候我们再云山小筑再来进一步的巩固和练习啊。好，那么这是它远处的这个瀑布，是吧？水流，我们之前画的绕的丝儿像这个松树纹一样的这种水流，我们画到了这里，是吧？画到了这里，然后再往下方走的时候，我们要把前方的水流要给它加一加。好，把这个松树里边，是吧？我们松树里边用这个石绿给它带一带，啊，用石绿稍微的带一带。好，石绿给它带一带。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方走，需要用这个颜色，同样把我们这个顶部的水流啊，给它稍微的染一染，然后再来淡淡的花青，是吧？把这个远处底部好给它加染出来，是吧？远山空蒙，喜欢对吧？好，下方我们这个水流的，它跟前方它为了区分开，它把这个岩石前方的水流瀑布的地方，它用的颜色呢跟这个地方有一些区别。后面我们用的是冷色，对不对？用冷色，比如说花青啊去染的，前方它用的是赭石，色再染。远山底色整个朦胧的效果需要画吗？不需要画，那些一般朦胧的效果，大部分可能是染的时候啊，不经意流出来的，是吧？不经意的婉转，啊，仅此而已。好，然后再往下方走，这块我们要用点赭石色啊，用干净的碟子。
好，淡淡的折饰，淡折，然后把咱的这个画过的非常非常淡哈，非常非常淡，它有一点暖暖的感觉就行。画过的这种水纹是吧？厚度带一带就可以了，带一带就可以了。好，当然这个画儿它需要干了之后啊，效果会更加的完整一些。好，当然我们用花青把我们右侧的这个山石统筹出来。好，来一点淡淡的花青，从上往下，拾起虚收，好吧？然后水纹，你要觉得碎的地方，也可以用这颜色来给它带一带。在电脑上下载雪浪 APP， 用你的购课抖音号登录就可以观看了。手机上也可以观看，电脑上也可以。你可以投屏到电脑上，也可以投屏到电视上，你们家里的电视。好，这一次我们其实要加点朱砂，而且朱标的颜色，来，我们来点朱标。把这个书页是吧？前方的书页，我们要稍微来一点跳跃一点的颜色，慢慢悠悠的是吧？简简单单的一张作品，是不是它就快出来了？啊，当然我们那什么的话，还可以处理的更精细啊，更精细。我们出了个大效果嘛，至少。好，这种树叶里边，对吧？我们点一点稍微偏红一点的，稍微偏红一点的这个朱标，然后在这一侧给它点一点。好，晕到里边没有形态都没有关系，不能让它纯度特别高，记住了啊！所有的颜色都一样，都不能让它纯度太高了，都让它浅淡的在里边。好嘞，这是我们今天带大家画的这个作品啊，大家伙儿喜欢吗？啊，喜欢这样的作品吗？啊，我想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案例呢，对于初学的同学或者大众的这个观感来讲呢，还是比较尊重的，还是比较尊重的啊。好了，各位小伙伴，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快去干饭吧啊！我们明天同样9点半再和大家相见啊！午安，大家要开去吃个午饭，睡个美美的午觉，做个美美的白日梦，拜拜拜拜。